这支影片的制作初衷是想让法官了解完整个时间线。很可惜的是，我想太多了，根本没有机会呈堂。免责声明：此视频仅此分享个人经验与经历，绝无他意。大家好，法官大人你好。因为个人的因素，我不会英文，也不大会马来文，所以我就想了这个方式，把我想要展示的东西，把我想要讲的话都一一呈现出来。真的非常的抱歉。然后也谢谢大家的耐心把这些影片看完，因为你们会更接近这个真相。然后我刚才检查了一下所有的证据啦，我拍下来的影片再加上照片，它总共的储存量大概有300G，所以我整理出来也需要很多的时间，并且也比较多工一点，因为我后期还要制作出影片出来，所以刚才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影片，我把速度全部都放快一点，所以可能大家会看到有一点不清不楚或者有一点乱啦，但是也不要紧。然后我这边用口述的方式，在每一个 part 重要的环节我都再解释一下啦，让大家更容易的清楚明白，知道整件事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到底那个真相在哪里所以先谢谢大家的耐心。OK， 我们就马上开始。上一次的影片我有说过，发厂商用了2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做好我的 defect， 并且做出了一些投机的动作出来那时候也是有讲了它。然后在4月10号的时候，我就出了第一封信然后通知他们这个问题所在之处，叫他们认真的去对待。然后他们给我的回复就是在4月19号之前可以搞定给我。可是很遗憾的，我5月1号去到 site 那边再看，发现那些 defect 还在做着。那大家所看到的画面就是客厅那边原本有10来片瓷砖是出了问题的，可是他只换6片而已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其余的为什么不要换这个原因我待会后面的时候再跟大家讲因为它有牵涉到后面一些东西了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厕所那边厕所那边也是有那些marker pen印胶纸印等等的，
可是他选择性做一半不做一半啊，为什么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我后面再解释了。这些影片的证据我都是在5月1号拍摄出来的，然后在同一天的晚上，我也有给他们 VP Team 发了一个讯息告诉他们你们也是做着同样的动作啊，为什么要投机？为什么做一半不做一半？那个时候我也有叫他帮我安排一下这个项目经理过来我的家参观一下。OK， 之后他给我的回复是他们会认真的看待，然后会告诉这个 Main Con 叫他们去做好它，然后他们 target 做好的日期在5月10号啊。这个没有关系的，我就希望他们真的有认真去做啦。然后我就等到5月10号再一次的去 site 那边看一看，同样的也非常令人失望啊，地上的瓷砖还是没有换啊，然后那些证据那些 sticker 还留在那边的。工人现在连证据也懒惰毁灭，是啥意思啊？ OK， 接着就来到客厅这个瓷砖那一部分啦，我粘了这个胶纸对吗？然后写买日期的。然后为什么他这边已经是第3次提醒他要换了，可是为什么他还是不换呢？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旁边有一个衣橱他不想要拆衣橱，然后他的后面有一个 skirting 地脚线，他也不想要拆这个地脚线，因为比较多工比较麻烦的关系，所以经过了3次的投诉，他依然是不要换我真的想不明白。就是因为个人的懒惰，个人的怕麻烦的关系，所以导致一次又一次这样子做一半不做一半，做一些投机的动作出来。在5月10号我发现了这些问题过后，当天晚上我也是有发这个 email 给他们，告诉他已经过了3个月，可是你依然还在骗我，依然做一半不做一半。然后我同时也有在 email 写了约他的这个 project manager 过来我的家参观一下，我很想很好的跟他们谈一次希望这个 project manager 能给到这个压力，这个 Main Con 让 Main Con 不要再使用这种手段去做这个defect了，认认真真的去做好它，那就好了嘛。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在5月16号的时候，他就回我信息，他就说已经约到这个 project manager 了，然后我们就出来谈咯。OK， 我来一个总结啦。从2月份到5月份这3个多月里面第一次的做 defect， 他欺骗了我一次，被我做到了然后接着以为他们会很好的去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去做嘛，可是没有。来到第2次4月中的时候，他用同样的手段再做了一次也是做一半不做一半啦这边已经骗了我第2次，然后到了5月头还是没有怕。还是用回同样的动作再骗多我一次，总共骗了我3次在这3个月里面骗了我3次。我在这边我很想问这个发展商或者问他的这个 Main Con， 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子去做呢？为什么你们被人捉到1次之后没有羞耻之心为什么不会害怕重复又重复的这样欺骗我呢？我真的想不明白这个，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你可以告诉我一个答案吗？这个东西我想来想去都想不明白我唯一能给到我自己一个理由啦，就是说你的脑袋里面呢，只是在想着怎么样可以投机，怎么样可以做少一点，怎么样可以减少那个麻烦，所以你才会使用这种手段去做你这个 defect。所以我都很希望发展商你或者你的 Main Con 给我一个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前面3次你要欺骗我为什么要做一半不做一半你可以很好的去解释一下嘛因为我很想得到这个答案。好的，下一个影片呢就是讲我和发展商，然后还有 VP Team 还有这个 Main Con 的代表全部在我的家那边看一次，然后开会一下，看一下那个解决方案是怎么样到底这一次的见面能不能很有效的去解决那个问题，然后这个 Main Con 到底有没有老老实实的去干很坦白跟大家讲是没有的。这一次的见面依然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后面还是继续类似的方式去做这个 defect， 所以导致我非常非常的生气。OK， 现在暂时不要讲这么多先，大家看了下一集的影片你们就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好，谢谢大家的耐心。